想象一個極度魔幻的畫面：2026年5月的某天中午，在韓國水源市三星電子總部大樓的員工食堂裡，兩個掛着同款工牌的三星員工端着一模一樣的餐盤坐到了對面。左邊這位大哥來自半導體事業部裡專門做半導體芯片的團隊，他剛剛在內部會議上看到了自己今年的績效獎金，年薪的607%，折合下來大約是47.7萬美元。在首爾市中心，這個數字夠首付一套好房子了。右邊這位老鐵是 DS 部門的，平時造手機、造電視、搞智能家電。他也剛收到了自己的獎金通知，600萬韓元，折合美金大概是4000塊。朋友們，你沒聽錯，同一家公司，同一棟樓，可能還是同一所大學畢業的校友，就因為做進了不同的業務線，今年獎金的差距是120倍。這已經不是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了，這是赤裸裸的在同一個屋檐下的折疊現實。這120倍的差距，一旦在三星內部網絡上傳開，整個公司直接炸鍋了。憤怒的情緒在極短的時間裡迅速的匯集，直接演變成了一場波及大約4.8萬名工會成員的全面罷工威脅。4.8萬人，接近三星在韓國本土勞動力的40%。根據三星官方內部的評估模型，如果這場罷工按計劃持續18天，每停工1天的潛在損失就是7億美元。整個罷工季將直接吞噬掉117億美元的龐大產值。就在這顆117億美元的炸彈瘋狂倒計時的時候，與此同時，台灣台積電的員工論壇裡也炸了鍋，公司要大幅的壓縮獎金，如果分紅縮水，我們也要學三星工人。AI 盛世，朋友們，2026年全球 AI 算力军備競賽把半導體行業的利潤推上了歷史最高峰，按理說大家都該開香檳慶祝，可是全球最會賺錢、掌握着核心算力命脈的2家頂級芯片製造商，卻在同一個月被同一個問題逼到了內部爆炸的邊緣。贏了的人贏到內訌，沒贏的人輸到代工。那今天這期我們就來拆解這場席捲全球半導體巨頭的分贓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訴你，這場看起來只是資本家和打工人的分錢問題，為什麼會直接影響英偉達的交貨進度，影響你手裡持有的股票，甚至重新定義每一個普通打工人的職場天花板。咱們先回到三星這個修羅場，很多只看到標題的朋友會說，三星的罷工不是在5月20號被叫停了嗎？勞資雙方不是達成協議了嗎？錯了，如果你以為危機解除了，那你根本沒看懂韓國財閥內部的這台複雜的利益絞肉機。5月20號那天晚上，三星管理層認慫了，他們和主導工會簽了一份臨時協議，把半導體事業部營業利潤的10.5%提取出來，作為特別經營績效獎金發給員工，框架一鎖就是10年，聽起來皆大歡喜是嗎？但你仔細看，這10.5%的計款，絕大部分還是落進了那些原本就拿着47萬美金的內存部門員工口袋裡。那剩下那些拿4000美金的 DX 手機部門的員工呢？他們連投反对票的資格都沒有。原因是韓國勞動法裡有一個交涉窗口單一化的原則，代表 DX 部門利益的工會早在5月4號就因為談判路線上的分歧主動退出了共同的交涉团。等到5月22號全员電子投票的時候，主導工會直接宣布 DX 部門工會不具備投票資格，直接拔了你的網線，
你的投票作廢。被寄予投票门外的 DS 部門員工直接暴走了，他們聘請了律師團隊，一紙訴狀告到了水源地方法院，申請了集體談判权禁制令，主導工會黑箱操作，嚴重違反了法定公平代表義務，這份協議在法律上必須作廢。如果你覺得底層員工相互倾軋已經夠亂了，別急，金主爸爸們也下場了。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名叫韓國股東行動總部的維權團體突然發難，集結了13800多名股東的實名授權，手裡握着1.48萬億韓元市值的三星股票。他們掏出了韓國商法第462條，一家股份制公司的利潤分配必須經過股東大會的嚴格審議和批准。邏輯很直接，管理層大筆一揮，把整體業務利潤的 10.5% 拿去當獎金分，這筆錢根本不屬於正常工資範疇，是變相的非法股息分配，拿投資人的錢去買管理層的平安，經過股東大會同意了嗎？他們放出狠話，只要董事會敢批這筆錢，立刻啟動股東代表訴訟。底層員工告工會黑箱操作，資本大佬告管理層私分財產，這哪裡是停工危機解除了？這分明是把一個勞資糾紛的定時炸彈引爆成了勞工、資本、司法多方混戰的爛攤子。這裡要注意一個很多人都搞錯的細節，很多媒體把5月27號的全員投票當成這場危機的最終決戰，但事實上，無論投票結果如何，來自 DX 工會的法院禁制令申請，以及股東團體的代表訴訟威脅，都是獨立的法律程序，根本不受投票結果約束。這場戰役的時間線遠比外界想象的要長得多。那麼，三星的管理層為什麼會制定出這種把賺錢部門和虧錢部門綁在一起的奇葩薪酬制度，最後搞得兩頭不是人呢？又是誰在背後逼着三星必須吞下 10.5% 這顆苦果呢？這就必須聊聊兩個深層的邏輯，一個是三星內部的架構原罪，另一個是一個兇狠的外部狙擊手。先說架構原罪，你知道三星的半導體事業部，也就是 DS 部門，是一個極度勉強的縫合怪嗎？它裡面同時塞進了3個商業邏輯完全不同的業務，一個是現在乘着 AI 東風賣 HBM 內存賣到手軟的內存部門，另外2個是負責給別人代工芯片的晶圓代工部门，以及做系統邏輯芯片的部門。我们來看一眼三星最新發布的財報數據，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集團的整體營業利潤飆升到了 57.2 萬億韓元，創下了歷史新高。其中 DS 半導體事業部貢獻了 53.7 萬億，佔整個集團利潤的90%以上。但這 53.7 萬億幾乎100%是內存部門那幫員工沒日沒夜爆肝賺回來的，而那個一直想挑戰台積電的晶圓代工部門，因為大客戶訂單拿不到，產能利用率低下，還在虧錢。三星的薪酬制度原罪就在這裡，搞的是一種極度粗暴的交叉補貼。好比一個大家庭裡，大哥在外面拼命賺錢，二哥在外面瘋狂的虧錢，結果到了年底，大家長把大哥賺的錢先去填了二哥的窟窿，然後把剩下的錢放進大鍋裡，告訴大家，來，按事業部的整體利潤來分。這種漏斗型分配機制早晚要爆。扣動扳機的是三星隔壁的死對頭 SK 海力士。在中文科技圈，很少有人注意到 SK 海力士在這場風暴裡扮演了多麼狠辣的刺客角色。就在2025年的9月，為了徹底綁定核心人才， SK 海力士的管理層和工會簽下了一份
載入半導體史冊的協議，公司每年無條件拿出營業利潤的 10%， 直接作為全體員工的績效獎金池，廢除獎金限制，連簽10年。按2026年 SK 海力士的利潤預測來算，這 10% 切下來，今年海力士員工的平均獎金預計將接近 47.7 萬美元，到了2027年還要再翻倍。在半導體圈子裡，頂尖工程師哪裡錢多去哪裡。SK 海力士 10% 不設上限，管10年的新標杆一立出來，直接對三星形成了降維打擊。據內部消息，在這個政策出台後的短短4個月裡，三星內存部門大約200名掌握核心工藝的頂尖工程師悄悄遞交了辭呈，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這才是三星管理層在5月20號深夜被迫簽下那份 10.5% 妥協協議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良心發現，而是如果不給這麼多，底下的核心骨幹就要被競爭對手給吸乾了。這場三星內部的人才爭奪戰，代價最終會落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英偉達下一代旗艦產品的出貨時間表上。但在講這條鏈之前，我們先看另一邊。就在韓國的巨頭們為了搶人，被迫把巨額現金塞進員工口袋裡的時候，在台灣的台積電那邊，卻正在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財務邏輯，同時壓制着員工的獎金預期和股東的分紅預期。如果你覺得三星的員工因為分不到錢很慘，那你來看看台積電的這本賬。台積電現在正處於公司成立近40年來擴張最激進、戰線拉得最長的全球建廠週期。這不是在建1、2座廠，而是在全球範圍內同時推進超過12座先進晶圓製造廠和封裝廠的建設。台灣本土、日本熊本、德國德斯里頓同步在建。最誇張的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總投資額從最初的120億一路追加到了1650億美元。這12座同時開工的吞金獸，把台積電2026年全年的資本開支預算推向了520億到560億美元的歷史峰值。56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相當於台積電每天一睜眼就要往泥土裡砸進去1.5億美元。在這種資本吞噬力面前，台積電曾經向資本市場許下的承諾，瞬間變成了一紙空文。要知道，2019年的時候，台積電董事會向全球投資者宣布過一個固定的標準：未來，台積電計劃每年將大約 70% 的自由現金流作為股息回報給股東。70%，何等慷慨的承諾！但時間來到今天，扒開台積電的財報仔細算，事情完全變味了。2024年和2025年，在 AI 訂單的滋養下，台積電的自由現金流分別飆升到了8700多億和突破1萬億新台幣。但管理層實際撥付給股東的股息，只佔到了自由現金流總額的 41.7%。和 46.5%， 到2026年第一季度，這個比例進一步跌到了 37.2%。說好的 70% 沒了。如果你覺得自由現金流不夠直觀，那我們來看淨利潤的派息率，這個數字更難看。台積電的淨利潤派息率被死死壓制在了 28% 左右的超低水位。台積電賺得盆滿缽滿，卻硬生生的把超過 70% 的稅後淨利潤截留在了公司內部，一毛不撥給股東。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財報電話會上，高盛分析師 Bruce Lu 直接開炮說，台積電截留的未分配利潤侵犯了台灣稅法紅線。按規定，未分配利潤需額外加徵 10% 的補充稅。台積電寧可繳這筆懲罰性罰款，也死死咬住
就是不把這些錢當股息發給股東，寧交罰款不發分紅，聽起來很瘋狂吧？但如果你坐在台積電 CFO 的位置上，你也會這麼幹。未來3年1500億美元的資本開支等着燒，同時還要避免大規模發債破壞信用評級，台積電別無選擇，只能勉強壓縮股東和員工的回報上限。這也就完美解釋了為什麼台積電的員工論壇裡會爆發分紅縮水的恐慌傳言。在這個以納米級物理極限為戰場的重資產角鬥場上，無論是西裝革履的華爾街股東，還是穿着防靜電服的無塵室工程師，都必須為這台吞金獸買單。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撇嘴說，大廠內部分錢公不公平，那是資本家和打工人的事，關我們普通人什麼事呢？反正芯片造出來就行了唄。錯了，接下來你要看到的是三星那群拿不到錢的工程師是如何卡住英偉達的脖子，直接威脅全球 AI 基建進度的。還記得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只拿到了$4000獎金的那些三星員工嗎？他們所在的部門叫 TSP， 測試与系統封装部门。很多人以為用光刻机把晶圓刻出來，芯片就算造好了，根本不是。在 HBM4 时代，前端造出来的內存晶粒離開了 TS 部門，就是一堆昂貴的廢硅片。我給你打個通俗的比方，前端內存部門的工作就像是打造了一台馬力強悍的頂級 V8 發動機，而 TSP 封裝部門的工作是把這台發動機精準地裝進跑車底盤裡，並且把成千上萬根比頭髮絲還要細幾百倍的油管、水管、電路管線完美對接到汽車的中央控制系統上，沒有任何誤差余地，任何一點溫度偏差或者對齊時偏了1微米，這顆價值連城的 AI 芯片就瞬間淪為廢料。而現在，這群掌握着最後組裝生死線且只分到$4000殘羹冷炙的 TSP 工程師們正在代工。因为不敢直接罷工，他們選擇了更隱秘的戰術，技術會議大面積取消，跨部門協作停滯，封裝機器的運行節拍被刻意的放緩。這種鎖螺絲工人集體慢動作的代工，直接死死鎖住了三星 HBM 內存的最終出海口，而這恰恰掐住了英偉達最脆弱的咽喉。英偉達即將全面量產的下一代 Vera Rubin AI 加速器，是一頭對內存帶寬極度飢渴的性能怪獸。為了餵飽這頭怪獸，英偉達把全球 HBM4 的訂單切成了2塊。據供應鏈消息， SK 海力士拿走了大約 70%， 三星憑借獨家的高級封裝技術穩穩吃下了剩下的約 30%。 很多人可能會想，既然三星 TSP 部門在鬧情緒，那英偉達直接把訂單轉給 SK 海力士不就行了嗎？讓 SK 海力士加班把這 30% 的缺口補上唄。朋友們，這就是當前全球 AI 算力圈裡最反直接的一個真相。SK 海力士幾乎不存在可調用的閒置產能。根據半導體產業鏈的信言， SK 海力士目前擁有的以及未來1-2年內所有計劃上線的 HBM 高級封裝產能，早就被微軟、Google、亞馬遜這些財大氣粗的雲服務巨頭用超長週期的硬性排他合約徹徹底底的買斷鎖死了。恐慌性囤積到了什麼程度呢？有些巨頭直接提出出資幫 SK 海力士購買光刻機，建專用產線，只求換產能。但 SK 海力士只能搖頭。精密的晶圓廠建設有嚴苛的物理規律，你砸再多的美元也無法縮短建廠週期，這就是物理極限。2026年 SK 海力士無法從現有產線裡額外榨取
哪怕5%的產能。所以結論就來了，一旦三星 TSP 那約30%的產能因代工斷檔，全球立刻出現難以彌補的產能真空，沒有備胎，沒有 B 計劃，成品模塊無法運到台灣，台積電 CoWoS 封裝5米下墜，英偉達 Rubin 服務器將面臨無件可用的困境，全球 AI 數據中心擴建時間軸被迫向後推遲至少1個完整的季度。你看，這就是現代半導體工業最脆弱的地方。決定人類 AI 算力天花板的，早就不是實驗室裡那些高大上的納米技術了，而是深潛在工廠底層那群因為獎金分配不公而滿腔熱火的高級技工們。當這場交織着勞工憤怒、資本算計和司法博弈的風暴最終收場，它到底留下了什麼啟示呢？不管你是賺着工資卡的普通打工人，還是盯着賬戶裡紅利數字的投資者，這起事件用最冷靜的方式給我們上了2堂必須記住的商業課。第一堂課是給所有職場人的，徹底打破公司賺錢我就能跟着賺的大廠經富幻覺。三星這120倍的獎金鴻溝撕開了一個冰冷的企業治理真相。在一家業務組合高度分化的龐大集團裡，你個人的薪酬天花板從來都不是由整個集團的合併利潤決定的，而是被你所在的那個獨立的業務單元的損益表決定的。只要你站錯了賽道，被分進了承受戰略性虧損的晶圓代工部門，或者身處被管理層視為低附加值的封裝部門，即便站在最熱的 AI 風口上，你也只是財報裡襯托別人獎金的一行虧損數字。巨頭的狂歡從底層邏輯上就與你無關。所以你現在能做的是什麼呢？拿出你們公司各業務線最近2年的損益數據看一眼，你所在的業務單元是在賺錢還是在虧錢呢？它在公司的戰略中的位置是在上升還是在被邊緣化呢？如果答案讓你不安，那就是你需要開始認真思考的時候了。第二堂課是給所有科技投資者的，透過這場薪酬內戰，看懂韓國折價的終極。韓國企業治理領域的研究者給出了一個非常直接的判斷，只要三星不做出2項刮骨療毒式的改革，它就永遠無法擺脫估值泥潭。第一項改革，廢除一次性的現金分紅制度，全面引入 RSU， 也就是限制性股票單位，獎金發完，忠誠度就清零了。用在鎖定期的股票把核心員工的財富和公司市值死死綁定，員工才會像股東一樣思考長期的護城河，而不是為了當年的現金紅包去跟其他部門內耗。第二項改革也是最顛覆性的，徹底拆分三星 DS 事業部，把內存和晶圓代工強行捆綁在同一個財務實體，是三星估值折價的根本病因。這種捆綁讓內部員工因交叉補貼而憤怒怠工，也讓外部客戶因利益衝突而不敢下核心訂單。唯一的解藥是将 DS 事業部拆分為純粹的內存公司和純粹的晶圓代工公司，讓內存業務卸下包袱，去資本市場享受它應有的高估值，讓晶圓代工真正面對生死考驗，徹底打消客戶的疑慮。你現在可以做的是，在你的投資組合裡看一眼手裡的韓國半導體倉位，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持有的究竟是內存公司的價值，還是代工業務的虧損包袱呢？這個答案會決定你在下一輪三星資本重組行情裡站在什麼位置。朋友們，5月27號的投票結果只是短期供應鏈的擾動，但這場由 AI 利潤極度不經引發的內部大爆炸，是否會成為倒逼三星徹底拆分重組的歷史轉折點呢？這才是下一輪半導體資本重組大戲中
長線投資者必須盯住的終極看點。AI 時代不僅在重寫底層代碼，更像是一把手術刀，正在重組財富分配規則。贏的人把利潤吃乾榨盡，沒贏的人用停擺掀翻牌桌。而我們既是這場巨變的見證者，也是隨時可能被波及的集中人。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帶你用科技事件看透商業邏輯與資金流向。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